大家好，又到了 Blender 的学习时间。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这种抽象的图。然后呢，这是 Blender 的3.4来实现的啊。像这种抽象的图呢，如果想在我的教程里主页里找到，就是点击我的人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和列表59。这里前面的合集文件夹是基础教程文件夹，包括虚化引擎Twinmotion Twinmotion。然后呢，还有代码以及Blender，OK，然后呢，都是一些合集文件夹都很多教程都在里面了，这基础教程。但是呢，如果是不是基础教程的，进入第2页，然后还有第3、第4页都是以 Blender 为主，各种分类的一些教程以 Blender 为主的教程都是 Blender 的分类来排放。然后呢，现在呢，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新的一个 Blender 的3.4。我们先存盘重新打开一个 Blender 的3.4。打开以后，这个默认立方体 X 键删掉。我们是通过 Terrace 来进行做这个抽象的，新加 Mesh Terrace。OK， 然后呢，进入编辑模式 Add Demo，OK， 选面模式，然后呢，我们鼠标在外面点选一下子，我们左手 Alt 的 L 键，右手鼠标左键，在一个圈这样的面我们要选一圈一圈的面，所以在2个面中间这个线这里点一下，然后隔一圈等一下重新点一下先从中间开始 ，OK， 这一圈，然后呢，跟着第2圈开始呢，从左手Shift键，再加 Alt 的 L 键 ，OK， 再加鼠标左键，隔一圈选一圈，隔一圈，前面的都在选了，一定要按住Shift键好，这样一圈圈的选下来。OK， 好，我们现在呢，从里到外都是隔一圈选一圈，选完了以后，我们可以选 Extrude Along Normals，OK， 然后呢，把它可以拉伸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在这选一下，这个 Offset 呢是负0.0542米，统一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可以回到物体模式下了，跟着给它加一个细分修改器，细分修改器 Viewport 变成3。OK， 现在这不是圆环了吗？对吧？然后呢，我们可以沿着它的 Y 轴我们先伸缩工具，沿着 Y 轴，Y 轴是绿色的 ，OK， 沿着 Y 轴拉伸，差不多这样子就行了 ，OK， 这样拉伸了以后，我们加一个 Simple Deform 修改器，扭转修改器可以变成这样了。然后呢，这里改到360度，X 轴呢就变成这样了，对吧？我们换 Y 轴，就是这样一个样子 ，OK。但如果你把它隐藏这个 Simple Deform 呢，它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还可以把它再拉长一点，再拉窄沿着绿轴拉长，沿着红轴拉窄，然后呢再点回它 ，OK， 这样的话它就变成窄细的。好，这里做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加一个 Empty 来控制加一个 Empty 空物体 PlayXX 在中间。然后呢，再给它加一个修改器，我们选回这个东西，然后呢，给它加一个队列修改器，Array 修改器。而这个队列修改器呢，我们让它有5个，3、4、5。好，就这样变成这样看变成这样，变成6个了，5个 ，OK。然后呢，我们把 Relative Offset 勾选关掉，把它变最小化，而这个Object Offset 打开，我们选 Object 就是 Empty，OK， 好，这样的话呢，其他的都变成中间这个样子，就是那5个
我除了外面这一个啊，里面的那4个就变成了这样子排列。然后呢，我们选这个 empty 啊，选这个 empty， 然后在位置设置这里 rotation z 给它45度。OK， 这个东西就变了样子了。好，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开 Blender 有的这个灯删掉啊。跟着呢，我们全选这个 Mesh 啊，这全选了。全选以后 ，Ctrl A Apply All Transforms 就变成这个样子，对吧？然后呢，在修改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细分修改器先 apply， 然后呢，也把它的 array 修改器也 apply 了 ，OK， 好，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呢，进入编辑模式 ，Edit Mode， 好，然后呢 ，A 键全选，好，还是面模式 ，A 键全选，然后 P 键 OPQ 的 P， 啊 ，Separate by Lucy Part， 这样的话，它就能分成很多个 Terrace， 就分离了。跟着我们回到物体模式下啊，物体模式下，左上方这个工具有个 Object， 然后我们选 Transform。啊，把它随机 transform，OK， 按一下随机 transform， 然后呢，把它这些位这个数据都给改一下啊，大家跟着我改 4.4 米，然后一会儿再给大家发挥啊 2.1 米 2.2 米 ，rotation 这里也是81度 ，x 轴 ，y 轴是-29度 ，z 轴是-86度 ，scale 是4.35， 4.38， 1.73， 好 1.73，OK， 好，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呢，现在我们可以设 camera， 点击 camera 摄像头啊，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缩小也好，放大也好，就看你怎么摆了啊。这时候 N 键出侧边来，点选 View VIEW 啊，这里是因为我插件太多了。然后呢，勾选 Camera to View， 你就可以摆一个你觉得好看的一个角度。好，你觉得好看的一个角度，看怎么样摆好看，你就摆成怎么样好看。勾选关掉啊，这里呢就看你自己的发挥了。啊，看到你自己的发挥，然后呢，你还可以把一些点选其中一些，把它给伸缩工具沿着哪个轴拉长啊或者拉宽啊，这些就由你自己来发挥了。OK， 好，跟着呢，我们就可以给其中一个先设材质啊 ，Terrace 先设一个材质或者随便一个，然后呢，在 Shading 这里给它一个新的，这里点击摄像头，这里 Viewport Shading 啊。我们先把这个 color 变成这个 sky texture 天空纹理，然后呢把这些值稍微先变一下 ，sun intensity 改到是 0.2，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这个东西的材质给做一下啊，然后呢 sun elevation 35度 ，sun rotation 90度。好，然后呢，把强度变成 0.3 就好了。OK， 跟着呢，我们就先做这一个材质，然后把其他所有 Terrace 的材质都给它粘上同一个材质啊。先把它这里这个 Metallic， 好，放大一点看 ，Metallic 金属度变成 0.24。OK， 然后呢 ，Roughness 改一下 0.031。好，然后呢，这里粘 Base Color， 粘一个 Color Ramp。好，连一个 color ramp。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些节点有啥作用啊，刚才说过，在合集和列表59这里啊，我们回到第1页，那里不是有基础教程，Blender 啊，或虚幻引擎或者 Twinmotion 的基础教程嘛啊。然后呢，大家在这儿找每一个合集，看看哪个合集合适你，
可以找到 Brenda 基础教程，在最基础系列教程第2讲。然后呢，这里有好几个1、2、3、4、5、6堂课是给比较常用的材质节点有些啥作用，我分开来讲了一下子这个基础啊。大家在基础教程不用知道的太细，然后呢到实操的时候才把它给就是知道懂一点。好，我们再加个 Color Ramp 呢，在基础教程也有说过 Color Ramp 呢可以导进多彩颜色的，我们连进 Base Color， 然后呢把这里的这个颜色都给它组合一下，搞成多彩色，不用太红啊，浅一点都没问题。 OK， 好，然后呢白色换到绿色啊，稍微浅一点深一点啊，自己调节吧。跟着这个黄色可以浅一点，把这个拉上最顶啊，然后呢再加这个变成蓝色，深蓝色好像没有啊，深蓝色那就变成稍微浅一点，深蓝色稍微蓝一点啊，然后在这里再选这个，然后给它再加一个移到这儿来吧。好，来个紫色，或者是浅一点的紫色。OK， 好，这个多彩色搞完了以后呢，你看只有一个黄色，然后我们加一个 grading texture 让它渐变，这个是渐变的纹理。OK， 连上，然后呢，在 edit preference 喜好设置 Brenda 呢有个插件，进入 EOS 就是插件，叫做 No Wrangler， 大家把它勾选啊，勾选是 Brenda 自带的。然后点击这个节点 Ctrl T TUV 的 T， 就是因为刚才勾选了 No Wrangler 的这个插件，所以呢当你 Ctrl T 就会自动出现这2个节点啊，都是有用的啊。这样的话你可以看见这个渐进色就基本上就这样出来了。你还可以在这调一下啊，喜欢怎么调啊，可以调一下让它的各种颜色分布的更合理一点啊，怎么的啊。好，跟着呢我们这里做完以后别忘了在这选 Viewport Shading， 然后呢别忘了先存盘啊，先存盘存到哪里，因为我这个呢已经做好完了，所以呢我就不存了啊。然后呢存盘以后别忘了把这几个材质都给选上。好，我们先选 Terrace， 再选其所有的 OK， 然后再重新再选一个它，然后呢在材质这里我们打开啊，记得最后选这个已经做好了材质的啊。然后呢打开 Copy Material to Select， 就是说把其他的材质都变成这个第一个设好的材质。好，这里就做完了。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必定要，因为刚才我们用的是这个 Sky Texture， 而 Sky Texture 呢一定要用的是Cycles 渲染 OK， 而这里呢 Device 就用 GPU Compute， 为了渲染它更快一点，我把这里改到128 OK， 然后呢想颜色更好一点，那进入 Color Management， 好，然后呢 Look Very High Contrast 非常高对比度的颜色 OK， 好，然后呢我们就进到合成器，让它渲染更好看一点， N 键进侧背栏勾选 Use Nose，让它有一点发光的一种感觉，就加一个 glare 节点，啊，它就在那 3.4 就是这样 glare glare 节点。然后呢这个 interactions 呢你可以删，什么都可以，我们改不改都无所谓。然后再添加多一个叫添加多一个叫做 RGB curves， 就颜色的一个控制，用曲线来控制 OK， 我们也连上。然后呢再加多一个 viewer 节点，就是阅览节点啊，这是合成器的节点 OK。 好，现在我们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先渲染一张相片 render image， 等到它完全渲染完了，这里呢 save 这里不是灰色而是全白色才是完全渲染完啊。然后呢你可以再在刚才那个合成器那里再调一下，看看还能怎么样让它这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啊。我们先回到这儿，让它慢慢渲染，这还有60%，现在已经渲染了62%。
好，我们回到合成器看 composting， 然后呢，你在这里可以看阅览呢，就是在 image editor 这里，然后呢，在这打开render result 就能看到你渲染出来是什么样子。OK， 如果你觉得这颜色这个多彩不够，那你就再回到这个 shading 这里 ，OK， shading 这里再来调，让它的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像这个绿色啊，可以稍微深一点。然后呢，蓝色也稍微深一点 ，OK， 然后呢，粉色也稍微深一点，啊，就在那儿调。红色太多了。好，然后呢，重新再渲染一次，再 render 一次。好，然后呢，再在合成器里再看 composting 这里 ，OK。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调这个线，这个 RGB curve 就是给你调的，看看你想怎么样调，它会这个颜色会更好看。我们再 render 一次 ，OK。好了，然后呢，就由它渲染了。好，直到这里变白，刚才说了，你才可以存盘，因为它是有背景的 ，OK。所以呢，你就要存一个它原来是 PNG 的，你可以存一个 JPG 文档。我们稍微等一等吧。啊，我刚才不把它移上去了吗？搞到它渲染出来就是全白了，所以我把它现在恢复到原来啊，就是原来一模一样，就是恢复到原态啊。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恢复不了了，你就重新加一次重新加一个这个 RGB curve， 重新连上啊。然后呢，我们再回到layout页面，再 render 一次，这样的话它才会真正的有彩色啊。所以呢，这个 RGB curve 是很重要的。我们再等等。好，现在呢就全渲染出来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存盘。然后呢，当然你还可以再调一下啊 ，JPG， 然后呢给它一个什么文件名，然后呢 save as image 啊，存盘就行了。因为我原来已经有了，所以我就不存这个了啊。好，然后呢这个课程就到此结束。你看看，就是可以看见我稍微细调了以后，这个 OK， 这个还是挺漂亮的，对吧？好，然后呢，大家还可以再调一调，把这个样子再调一调，然后再渲染啊，把它的位置啊什么的再调调啊。然后我的课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个课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有愉快一天，明天再见，拜拜。